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来一场谋陆逊至尊场的。昨天不是打普通场吗？我说今天打至尊场，看看情况如何，看至尊场好没好点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一般，一点每一局都给大家看吧。这些 MVP 没什么可讲的，只是咱们刷的牌不错，只能说咱们刷的牌不错，有一定的过牌开完间，对吧？咱们开局刷点好牌，防止死掉啊。这一局的话，袁绍射箭，至尊场全是啊，这次。当我看到这个昔日才先服我的时候，我当时说这昔日才应该是狙击我的，最后和我一伙了。因为正常昔日才肯定先服华佗，一看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名字了吧，我就不多说了啊，肯定是粉丝就不用多说了。我记得他也是狙击的，这个你们狙击我人都认识吧？他也是狙击的，否则不应该去先服我，对吧？还好华佗是队友啊，咱们过得还不错啊。小乔这两张牌是双色，还好吧？这个时候的话，很多人打法就是说开个万剑，没必要开，你的队友都受了这么多伤，他可能桃不够的，不要老考虑最好的情况啊。现在最担心的是黄盖，咱们看能速推掉袁绍不？9杀不中的，如果能杀中，他闪子肯定手上是有闪的，考虑最坏情况。所以用另外一种情况，咱们9是不是富裕的？要是9杀不杀的话，咱们先火攻自己，让昔日才多过点牌啊。技能我就不多讲了，昨天技能我已经讲过了，就不多讲了。我个人的评价在昨天打普通场那些局里面也讲了。有人说你为啥不兵袁绍？没必要，兵小乔好一些啊。直接结束了，后面这些忠臣都没有刷桃子，运气不错的一局 ，MVP 是我的，因为在这东西这 MVP 得的跟没得一样啊，没什么可讲，因为你失去的牌够多。你自然有一定的过牌，咱们还藏了个桃子，还可以藏闪什么的，都可以藏起来。他开 AOE 的话，但是你要发育起来，咱们都刷一些牌啊。这个牌刷起来的好处是啥？如果他开 AOE 或者开锦囊的话，咱们能藏桃。藏桃的话，到自己回合内拿回来桃，咱们还能多一滴血。风险是什么？风险是曹髦如果直接开大招，不开锦囊啥的，对我锦囊的话 ，AOE 什么的，那我的桃和闪还9全白刷。曹髦局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忠臣不要让主公怀疑。这些忠臣不代表一定会输，但是你会让主公产生怀疑了。一个赵云，一个那个啥，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刘焉，都是让主公怀疑的，对不对？这没办法，杀掉刘焉也没什么问题啊。这时候刘焉跳中了，直接无懈下了。有人说你吃这个顺手之后放一张牌呗，没必要，我不想让他顺这些牌。五谷的话，咱们放一张啊。很多人不会在曹髦局里面忠臣选将，你忠臣选些普通的武将，你总比让主公怀疑你放你好一些，对不对？这把的话，你可以先拆，这把过一堆牌，对吧？你可以先拆桥试一些无懈，但神赵云的话，咱也不确定是不是队友。五谷风灯不能开啊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直接先连环吧。先拆桥的话，无所谓了，这看怎么想了。直接火杀一下，让曹髦掉血，拆一下之后咱们再开万剑，这样的话忠臣也能死，咱们至少杀掉一个忠臣。我不知道神周瑜到底啥身份，为啥刚才连环的时候不无懈？觉得赢了吗？还是这么自信？你的位置不好的，如果你是忠臣的话，反贼吗？这把的话只能依托于，因为咱们输出只能攒这么多，依托于文鸯去打掉曹髦。如果文鸯是忠臣，咱们这把结束，做不了什么事儿的，只是刷的牌好而已。看来赵云是真没桃，还是赵云是那个装的身份的反贼啊？直接赵云是没刷上，真没无懈，是吗？是真没无懈。那赵云的话，如果有桃的话，曹髦还有个9要出事儿啊。还好有个9杀，直接结束了。MVP 是我的，是因为我过的牌多，并不代表我用处很大啊。再往下看，把所有的谋陆逊昨天打的局都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很拉，58宝珠短板太多了，没必要换他。像黄盖不香吗？文鸯不香吗？甚至于诸葛亮不香，还是说是鲁肃不香？你58本换他，这个一样同理啊。我在赌他开个 AOE 或者啥，能让我放一个桃，我这样的桃就能保存得到手里。但如果说风险有的话，他直接放技能的话，我直接闪桃全没了，就剩一张杀。同理啊，你看又是个李儒选爆发的，
曹毛是比较怕爆发武将和回血武将的，你非要在他旁边选爆发，你自己不会选将。我是曹毛也会这么打，文鸯和李儒我都会杀，甚至如果能这俩都杀掉的话，我还放逐许攸，明白了吧？因为你们对我产生威胁了，知道吧？一刀下去，结果是个忠臣，对吧？这没办法，咱们损失2张牌，一会儿还摸啊，损失这些牌还能摸很多牌。这时候的话可以直接开个南蛮啊，因为他攻城了，直接开个南蛮。有人说你不在乎队友吗？不在乎的，我现在想的是赶快去杀他，把他弄死，把他血尽量打多一些。吃一个桃子，桃园不开了，吃一个桃子，穿藤甲，再开个南蛮，再打他一滴血，火攻自己，再杀一刀，直接甲所有。曹毛最怕就是甲全没了，后面随便人补2刀就再见了。不是有多强，是咱们牌好啊。谦逊的话应该有火杀才这么连的，直接结束，对吧？有人说这是很强吗？看不出来强弱，只是节奏快而已。曹毛给机会，节奏快而已。咱们刷的牌爆发牌也比较多一些。最后一局啊，全是 MVP， 有人说只是过牌多而已，只是有运气的过牌。这把的话可以仔细讲一下，技能的话我就不多讲了，去看昨天的曹毛，昨天那个这个视频，昨天的谋陆逊的视频。这局的话看一下没太大，这把威胁最大只有2个，一个3和8，这2个人归谁谁赢呗，就是基本上，除非能处理掉这俩。过河拆桥没啥问题啊。主攻选黄芩，有人问我行不行？如果你能开局刷一个锦囊，呸！如果你开局刷锦囊多，爆发高，而且还有一张没用的装备，对吧？因为你要没有装备，弃牌堆是没有装备给别人的，是可以打的，因为他防御高啊。这个时候这个很聪明啊。直接让王安基被迫变成单色，单色的话，王安基就彻底废掉了，直接废掉，没有输出了。花曼直接给我送了张牌，对吧？但是花曼的身份跳了个忠臣，输出不够了，光靠一个主攻，还有我这输出远远不够。结果马军不会玩，2个锦囊给了王安基，王安基身上有旗，给王安基白送主攻2张牌，相当于3张牌给王安基，2张牌给主攻，这就是不会玩的人。我说过大将军，对吧？大将军都这么坑的。这个无懈可以用的，这个无懈能多过1张牌，我记得。这一个万剑的话，看一下，神曹操并没有拿关键的盾，对吧？咱也不确定身份，有可能是反贼啊。这一个万剑又给咱们过了牌，清1张闪，还能过更多的牌啊！瞎开的 AOE 应该有一定的发挥。这局，这个时候的话，直接把牌给主攻，把锦囊那些防御给主攻，可以帮主攻吸引点嘲讽也行。这把主要咱们闪刷的比较多，后卫刷的闪比较多，因为你陆逊切记要刷的闪多一些，否则的话你可能活不多。这几张闪全用光了，对不对？还好吧，咱们又过了一些牌。这时候卧龙诸葛跳了个未知身份，打了一个曹操，对吧？好消息，曹操肯定能拿走先天八卦阵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人说杜预是不是有可能中内了？他是忠臣内奸都要死，威胁太大了。马军已经跳反了，如果他要是忠臣的话，不要去依托于这种情况，前面说不定有其他人跳身份跳不明显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曹操把这个双色装备只拿了一个单色，要不就是不会玩的中内，要不就是可能开始控场了，准备想要个让王安基限制我们一下。明白了，依旧这回合咱们失去的牌依旧能拿回来，还好这个直接9，咱们先连环啊，用那个谦逊连环，这无懈直接打中了，这把能打死这2个简直赚翻。但是神曹操18张牌，如果有桃的话，可能至少能救1个，甚至2个都能救，很麻烦。炸出来一个无懈，为啥他们有无懈不用？我不知道为啥，他们好像思维慢一盘。这把能赢是因为他们一堆失误啊，直接杀掉了。曹操也不救，是真没桃吗？还是咋回事？是装身份还是真没桃？反正这个时候继续在消耗卧龙诸葛的无懈，黑色无懈，这样黄元英的锦囊才能用得更顺溜一些。现在最大的问题，曹操翻面暂时可以放，毕竟18张牌咱们也杀不死人家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能不能把这个双色装备变成单色装备？只要有张拆桥啊、顺手什么的，黄元英变成单色装备之后，他依旧没有输出了，咱们依旧能赢啊！无懈骗出来了，没啥问题。很多人他妈注意不到这些点的，直接借刀杀人多送别人1张牌，多送2张，准确来说这上减。这铁锁连环，我只能说给他解释，想多留点牌吧。
这个顺手我当时骂了他半天，我说你这顺手的干啥？赶快顺他的装备呀，把他装备顺成单色的呀。有人说你帮主公吸引嘲讽呗，那不一定，他非给杀我呀，他直接杀主公都是有可能的呀。而且他有七雄剑杀我的话，可能还能垒一堆牌呢，有这种可能性。而且主公忠臣花蔓的话，如果他输出没那么高，曹操如果是装的身份的话，可能要出大问题，明白吧？这个五谷我也觉得不应该开，他可能为了过牌而过牌吧。咱们又过了一个谦逊排名啊。咱们过了一些牌，有足够的闪，能有足够的弃牌，还好。这个五谷他拿了张拆桥，花蔓挺聪明的，知道把它废掉。但是这个乐他不配，其实他这个乐不配的。但是他又担心一点啊，这个正常我会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可能会乐神曹操。乐神曹操风险就是诸葛，我如果这回没有去杀掉这个卧龙诸葛，卧龙诸葛如果留黑牌，可能让神曹操出来。但现在只能搏一搏，毕竟18张牌很难的。乐住了，还好这把赢了。这里说一下，乐住王安基手牌大概是什么牌？很多人不知道，你们要预判对方的手牌，很有可能是桃子呀。神曹操有这么多牌，他说没桃是谁也不信的。所以说他有一定量的桃子，他肯定也有桃子。刚刚过了很多牌，王英送了他很多牌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甚至于2张都是桃都有可能，或者说1张桃1张闪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清一下他的牌啊，咱们杀我的话等于给我送牌，我有足够的闪的前提下，这一个9的话，咱们开南蛮开万剑不能开，开万剑的话，神曹操的话再拿一套牌挺麻烦的，直接9杀，结果他没闪了，直接杀掉了。这个时候的话有拆顺，你要直接，因为它是红色牌，它有那个技能，那个技能的话是可以直接掉一张红牌，他就摸一张牌，但现在必须要破坏他的牌。不要在乎他给他摸牌这个点了，他肯定有防御牌或者桃或者9的，是桃吧？再顺他一下，2个桃，对不对？即使给他送牌的话也不怕。这个时候就祈祷吧，只要这个乐不天过，这把我们稳赢了。但是乐天过就要出问题。还好这个黄元英知道给单色装备啊，要不他出大问题了。希望有无懈吧，千万别天过呀。还好没天过，没天过。曹操剩下的牌一般情况是什么？你把他想的聪明一点或者傻一点，他扔桃或者扔9，手上这张牌是什么？应该是张桃吧，桃或者9吧。当然也不排除是张 AK。所以说咱们一会儿他要给咱们9的时候，直接杀他可以赌一赌。赌的风险有没有？就是他有一张桃，王安基有一张桃。但是现在最坏情况就是他有一张桃，王安基有一张桃。最坏情况，咱们就考虑最坏情况，咱们赚不赚？他再拿牌，因为散贼已经死了3个了，反贼死了3个了。他再拿牌是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，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，一共8张牌。AK 的话，我记得应该没有太多。就算他这张是 AK， 拿到 AK， 让他拿到 AK， 他也杀不死任何一个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说这个时候值得赌一下，值得搏一下这刀，明白了吧？直接给我张9，直接打一下。如果是张闪的话也赚，无所谓的一件事啊。事实上是张桃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这儿也没桃了，赌赢了。没啥问题，运气不错，这个乐是很来的很好的，运气不错。狗卡在莫名其妙提他的胜率啊，反贼打的太差了，并不是反贼打的太差，是反贼有点选的有问题，而且开局死了这2个武将，被我秒掉这2个武将，反贼就崩了，神曹操还被勒住了，我的仙术牌被勒住了。咱们又过一套牌，把锦囊给他，其实他不会玩的。当时我在这里面，如果看过直播粉丝，我就说他不应该去看着红牌一直给他送牌拆他的牌。有人说你刚刚还拆人家桃子呢，你怎么双标呢？性质不一样。刚才他留的防御牌大部分可能是闪或者桃子，但后来过了很多牌情况下，你给他这么算牌的话，状态又那么满的话，基本上会给他过的新牌。狗卡会对劣势方有一定的加成的，或者说给他摸好牌。为什么？什么是好牌？你猜猜看他会摸到什么牌？有人说他单色，我不怕他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还在送牌，对不对？这些人不想求稳，结果咱们看看他是什么牌啊？人家有 AK 了，得亏咱们的防御也够啊，还好是防御够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样的，狗卡会给劣势方排队唯一最后一张 AK 被他摸到了，这就是送的牌嘛。咱们其实可以求得更稳一些，输是不可能输，但是打得不舒服啊。这时候有人说啊，有个万剑有个南蛮可以都开啊，他是必然有闪的。你开南蛮是不是还可以让花蔓多给你一张牌，你俩过一张牌？你说开南蛮好一些，
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如果你开南蛮的话，是不是也是必中？他刚刚把杀都用光了，对吧？开万剑，我想的是赌这张9杀。如果他是个傻子的话，把真正的闪用了的话，我9杀能杀他2滴血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所谓，对吧？无所谓的，直接杀他一下。还有青龙刀啊，结果放弃了还是啥？咱看看他手牌是什么牌啊？咱们看一看，是放弃了还是没闪？有闪，对吧？有闪，其实可以闪一刀啊。这就是这几局谋陆逊。说实话，谋陆逊发挥的不怎么地的，我个人觉得谋陆逊发挥在军吧也就这样。别看这几局是 MVP， 说比昨天的普通场好很多，但是有很多问题，你们仔细看就能看出来有很多问题，节奏还是拉得太慢了。有的时候你这把能赢，不是依托于你，而是依托你开局刷的牌和你开局过的牌不错。有些人乱用锦囊，对吧？你开局就过到一些好牌，对吧？尤其前面那几局。所以说我对于谋陆逊的话，还是比较偏低一点的评价的。58宝珠没必要买它，明白吧？尤其我只说至尊军吧这一说，其他的就不多评价了。